Hello，欢迎收听客家加了咪。每天只要短短几分钟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用最轻松的方式来认识好玩又多元的台湾客家文化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从一个语言上的小谜题开始吧。这个问题可能连很多客家朋友自己听了都得搔搔头想一下哎。来，大家可以先在心里想一下这个问题哦。我们都知道嘛，因为小孩子的婚姻，双方的爸爸会互称亲家，对吧？那亲家的太太，也就是对方的妈妈，客家话要怎么叫呢？照道理来讲，男的叫亲家，那女的理所当然就叫亲家母嘛。这个母就是指年长的女性。可是怪就怪在这里，在很多客家庄，大家平常在讲的却是且母、家母。这个且家的音到底是哪来的啊？它自己本身好像也没什么意思，对吧？嘿嘿，要解开这个谜题呢，我们得先来认识一个语言学里头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它叫做头变词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原始的词语。什么是头变词？其实概念超级简单，它就是一个语言里面最一开始、最原始的那个词。而且创造这个词的人不见得是什么大学问家哦，任何人都可以。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根据它的样子啦、它的功能啦，或是一个情境，给它一个最直接、最简单的名字，这个就是头变词。说到这个客家话里面真的就充满了这种又生动、又直接、又很有想象力的头变词。你会发现它的命名逻辑其实都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来看几个例子，你马上就懂了。比方说，我们每天都看得到的麻雀，客家的老祖先们观察到，他们最喜欢在屋檐下面盖房子，叽叽喳喳的。好，那就直接叫它屋檐鸟。你看，是不是一听就懂？那个画面感马上就出来了。再来，我们看看植物，有一种野菜叫做马齿苋，你注意看它的叶子长得圆圆厚厚的，看起来真的超像猪的耳朵。所以咯，客家人就给它一个很可爱的名字，叫猪妈耳，也就是母猪耳朵的意思咯。那这黄锦树的命名方式就不是看长相了，而是看它的功能。以前在做鬼办的时候它的叶子就是最好的天然蒸笼布，可以拿来垫在底下防止粘黏。所以呢，大家很自然的就叫它板叶树，是不是很直觉？好，下面这个例子就更直截当当了，完全不修饰。蛆，你想想看，它通常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？就是比较不干净的地方嘛。所以客家人就很直白的叫它屎缸虫，这也反映出头变词那种很原始、很朴素的特性。好，看到这里，我们发现客家话的命名逻辑其实很清楚、很合理呀。但问题就来了，为什么这么合理的词传到后来会变得有点奇奇怪怪的呢？其实那个关键就藏在一个我们每天都在做、再也简单不过的人类习惯里。对，为什么逻辑上明明是亲家母，讲话的时候却变成听不太懂的瘸母呢？答案就是这两个字，连音。意思就是，当我们讲话速度一快，字跟字之间的声音就很容易连在一起，然后就产生了变化。为了让大家更有感觉，来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，想象一个旧时代的场景。比如说，秋天大丰收，村子里在演酬神戏，哇，超级热闹。你家也请了很多客人来吃饭，当然啦，也包括你的亲家。大家吃饱喝足，亲家准备要回家了。结果他才刚走出门口，你妈妈突然一拍大腿说：“哎呀，糟糕，要送他的那个红板忘记给他了啦！你赶快追上去拿给他。”这时候你当然是拔腿就跑啊，一边跑得气喘吁吁，一边朝着亲家的背影很急促地大喊：“亲家，亲家！”来，现在换你试试看，用客家话很快地、很急地喊两声亲家，你听听看，那听起来会像什么？是不是听起来很像虾？没错，关键就在这里啦。当我们理解了这个连音的现象之后，就好像拿到一把万能钥匙一样，可以破解很多客家话里面那些听起来好像很奇怪的词汇的密码。所以你看，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谜题答案就出来啦。我们平常听到的且母、卡母，那个很奇怪的卡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字嘛。它其实是亲家这两个字在很紧急的情况下连在一起念的结果。它的头变词就是那个清清楚楚、很有意义的亲家母。好，一样的道理哦。我们再看一个词，
比方说，客家话里要讲那个时候，最原始的说法是该当时。但是啊，当跟时这两个音连在一起念快了，听起来就很像央，所以很多人就直接讲成该央时，甚至就直接这样写下来了。但其实那个央本身是没有意思的。最后一个例子，萤火虫，很多人会写成火焰虫，但你仔细想想看，萤火虫屁股后面的光是像火焰那样熊熊燃烧吗？不是吧？它是一闪一灭，一闪一灭的。所以它最原始、最贴切的头片词应该是火董虫。这个董 “nyap” 这个字，就是形容一闪一闪的动作。只是因为火董念快了，听起来跟火焰很像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可能就搞混了。哇，讲到这里，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。不只是客家话，在我们自己的母语里面，那些我们每天在讲、每天在写的词，它真的是我们心里想表达的那个最原始的意思吗？还是说，它其实只是声音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不断的变化、融合之后的一个结果呢？真的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希望这个关于头变词的小小解说，有让你对客家话，甚至对语言本身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别忘了哦，一定要订阅客家家的 Me， 每天都要记得收听，我们会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带你轻方认识更多有趣的台湾客家文化。我们下次见喽！